嘿，我的小伙伴，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的影片。开始之前，我们要先对大家一直以来给予我们的爱和支持表示非常感谢。我们的使命是让心理学更容易为每个人所接受，大家帮助我们实现了这一目标。那么，开始今天的影片啦。吉普赛·罗斯·布兰查德，表面上看是个坐在轮椅上的女孩，身患绝症，由慈爱的母亲照顾，但实际上事情远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。幕后上演着一出最终导致谋杀的悲剧。吉普赛是一个虐待家庭的受害者，他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幕后的真相。与施虐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的现实是什么样的？我们就来说说他的故事。疾病的开始。当吉普赛还只有3个月大的时候，他的母亲迪迪就开始带着他去医院进行检查和测试，确信吉普赛患有睡眠呼吸暂停症。尽管检查结果呈阴性，迪迪仍然拒绝承认女儿很健康。随着吉普赛的成长，他的母亲让他相信自己患有多种疾病，如白血病、肌肉萎缩症、智力障碍、癫痫等。母亲还让吉普赛接受不必要的手术，并服用了导致他失去牙齿的药物。儿科神经学家贝尔纳多·弗拉斯特斯坦怀疑迪迪很可能患有代理佯装症，这是一种精神障碍。护理人员为了引起关注和同情而假装自己照顾的人生病，这种疾病让迪迪因为假装孩子生病而收到捐款，从而获得了关注和金钱收益。不幸的是，患有精神疾病却未得到治疗的父母虐待子女的情况并不少见。2012年的一项研究表明，许多施虐的父母在自己的童年都曾遭受过虐待，后来他们出现了人格障碍，并在自己的孩子身上继续着虐待的恶性循环。远离援助之手。为了确保吉普赛完全受他控制，迪迪让他远离家人视线，他让吉普赛相信他的父亲抛弃了他，对他不闻不问。远离女儿和新的家人一起享受生活，从而也让迪迪更容易操纵女儿，让他相信自己捏造的事实。在虐待关系中，施虐者经常使用这种策略。家庭暴力研究员克莱尔·墨菲在他的博客里写道，隔离是一种关键的策略，目的是削弱受害者的力量，阻止他们听取别人的观点，使他们与施虐者的信念和要求保持一致。施虐的父母可能会让孩子反对其他家庭成员，不让他们见朋友，甚至限制他们使用手机。假面具。由于吉普赛被孤立和操纵，没人真正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事实上，当别人看到他妈妈时，看到的只是一个慈爱、努力工作、倾尽全力帮助生病女儿的单亲妈妈。这其实是种自私的虐待行为，表面上看来是一种最无私的爱。迪迪躲在面具后面，施虐的父母经常戴着同样的面具。据全国家庭暴力热线称，施虐者通常会在公开场合隐藏他们的有毒行为，当其他人在身边时，他们会扮演好人的角色，表现得像个圣人，但一旦关起门来，他们的面具就会消失。这反过来又使受害者更加孤立，不愿寻求帮助，害怕没人会相信他们。噩梦结束。2015年6月，迪迪试图让吉普赛再次接受不必要的手术，但这一次吉普赛控制了局面。他趁母亲熟睡之际，让自己的秘密网恋男友尼古拉斯·戈德约翰进了他的家，并把他领到了母亲的房间。当尼古拉斯杀死他母亲时，吉普赛躲在浴室里。就这样，一个曾经生病的女孩从轮椅上站了起来，成了帮凶，永远离开了那所房子。虽然吉普赛的行为极端且令人无法接受，导致他被判处10年监禁，但我们也明白他所处的悲惨境地，这凸显了那些遭受虐待的人需要找到出路。虽然我们不宽恕吉普赛的所作所为，但我们可以用他的故事来帮助拯救他人。如果您处于父母虐待的境地，要知道您有可能找到自由。年轻的时候会在金钱和住房等方面依赖父母，这很困难，但有一天你可以想走多远就走多远。如果你愿意，甚至可以不再与父母联系，将开始自己的治愈之旅，远离那些伤害自己的人。同时，如果需要及时帮助，请查看描述框中的资源。吉普赛现在正慢慢地学会接受他的身份，真实的自我，摆脱母亲的影响。正如他在接受菲尔博士采访时说的，我母亲教会了我如何成为一个骗子高手，而现在的我正在努力改变，做一个好人。我不想像我妈妈，而且我一点也不像她。让他的话提醒大家，一个人的过去并不能定义自己，谁都有能力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故事。